幻塔自公测以来，亚夏剧情就一直被人诟病，更是被称为黑暗降临，这是没毛病的。幻塔确实是黑暗降临，这句话真没说错，而且还不是象征性的黑暗，是剧情真的很黑暗。接下来就带大家体验一下暗黑版的幻塔。来到海加德，这里是华金博士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个箱子上面什么都没有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班吉斯港口，出了港口会发现远处有一个猎狗帮营地，在这附近有一个 NPC， 它的周边也是什么都没有。但这其实是一个系列的隐藏任务，幻塔是有存在真隐藏任务的，不会有任何提示，也不会出现在菜单里。触发全凭细心寻找和攻略指路。接下来就带大家体验一下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时空旅人任务。第一环的触发点在星岛元能塔，塔的后面有一个 NPC， 和他对话会发现他在找什么东西。这时候发现旁边有石头上放着一本蓝色笔记，交互后会触发第一环任务生日礼物。笔记上记载着在元能还没应用时，这里曾经有一个繁荣的村落，这个时期就是殖民者的开拓时期。村里住着一位赏金猎人和他的妻子，和 NPC 对话可以了解更多内容。他是一个历史学家，委托我们去寻找一些线索。接下来我们找到了电子仪器和金属碎片。电子仪器是武器零件，通过交谈得知过去使用武器的人并不多，拥有武器的被称为赏金猎人。金属碎片则是建造元能塔的材料。注意这里的信息，是政府在招募工人并进行补贴。政府和海加德可是两码事，在大灾变以前，真正的统治者是旧联邦政府，而海加德则是聚集了顶尖技术的科学家形成的科研组织。但这一切在大灾变后都变了样子。我们都知道是海加德发动了第二次时空回溯，结果导致了大灾变。之后海加德出现在目前，以救世主的姿态研发抑制器拯救人类，同时确立了绝对的统治。小峰一直把旧联邦和海加德类比为皇权和神权的较量。看过塔学的小伙伴知道，在遗迹的实验里，海加德分成了两个派系，支持元能的和不支持元能的，而不支持元能的被当成了实验体。海加德内部也完成了提纯。可以说这次大灾变后，受益最大的就是海加德，不仅从幕后来到了台前，还利用抑制器确立了统治地位。就联邦政府也被更替，大灾变称为一场政变也不为过。寻找附近我们发现了一个破旧的电子狗，同时还有一个异化人。鉴于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年，这个异化人可能只是任务需要，就不做赘述了。将电子狗带给 NPC， 他会告诉我们这是大灾变前的产物，但是电池损坏了，我们需要去避难所求助。路德维希帮我们搞定了电池，再回到 NPC 这边就可以召唤全息影像了。这里的两个身影都是可以单独对话的。中年男人的对话是和路德维希一模一样的，但怀孕的女人我在星岛没有找到原型。如果有谁见过这种对话的 NPC， 可以提供一下线索。触发剧情后会发现，这是电子狗录的一段珍贵影像，记录了赏金猎人给未出世的孩子买的礼物。电子狗是政府科研部门开发制作，这里指的就是海加德了，那时候也只是附属的科研组织罢了。录像看完， NPC 说这里距离幻塔比较远，大灾变受到的辐射不强，这就又回到了元能辐射和病毒上来。其实在内测期间，对元能辐射导致的变异是有更精确的描述的，但小峰也说过，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。辐射是由元能产生的，有元能就会有辐射。按照文案叙述，为什么只有幻塔才会产生辐射，而日常用的元能就没辐射呢？有人会说跟元能的量有关，那问题就来了，发电厂电量很大，家用电量很小，但家用电就电不死人了吗？这套理论是经不住推敲的，元能和辐射必然是同时存在的，不可能只有元能而没有辐射。也正是因此才有了半生病毒的理论。第一个任务也迎来了终结。故事的结尾是猎人将电子狗放在床头，照亮夫妻二人微笑的面孔。这本是一幅很和谐温馨的画面，但和元能放在一起就不太对了，因为元能可是变异的罪魁祸首。究竟是大灾变才引起了变异，还是因为元能的泛滥使用导致的呢？是不是有些细思极恐？这里的剧情只能算描述大灾变前的生活，还算不上黑暗。下一个故事就很黑暗了。重新回到班吉斯港口，会发现在 NPC 旁边也出现了同样的笔记本。第二环任务可以接了，这里讲述的就是大灾变后的事了。人们的生活不再幸福。继续的是男孩在翻找食物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张不似人类的面孔。接下来和 NPC 对话，他会委托我们寻找一本日记本，轻松干掉猎狗帮，找到一本破旧的笔记。NPC 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笔记，他又是谁呢？还记得任务提到的男孩和怪物吗？其实就是眼前的 NPC 和他。故事发生在大灾变之后，他面相丑陋，长着6根手指，这在大灾变之前已经属于异类，大灾变之后更是因为异化搞得人心惶惶，他理所应当的被驱逐出了村落，本来已经对生活不再抱有希望。这时候男孩因为寻找食物误闯了他家，带着对死去弟弟的追忆，他收留了男孩，男孩也给他带来了最后的快乐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海边是他弟弟的坟墓，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的弟弟被异化兽吃了，而他也因为抑制器没有能量，
要去村子里采购，但在之前的活动中他弄丢了包裹头的毯子，只能使用床单凑合，这也造成了悲剧。这个故事并不完整，让我们来补全一下结局。他离开破屋来到了村子，包裹头的床单却不幸被吹飞了。一个村民发现后，指着他大喊着怪物，惊叫声引来了更多的人。村民拿起武器将他围了上来，有人认出了他就是被驱赶出去的怪物，但人们认为他是不祥的，是他引来了灾难，大喊着要杀了他。而他一心想要逃脱，却冲不出村民的包围圈。混乱中，他的意志器被村民的武器打坏了。望着周边喊杀的村民，记忆涌上心头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他都是别人口中的怪物。既然如此，就成为一头真正的怪物吧。这样想着，他的眼神开始变得疯狂。他摘下坏掉的意志器，6根手指带着手臂一挥，便甩到了路旁，身体也开始异化。此时的他只想杀掉周边的所有人，仇恨、愤怒、不甘，种种滋味反复熬煮，但最后全都消失了。他成了没有思想的异化怪物。不料结局却是那么的可笑，他最终谁也没能伤到，被一拥而上的村民活活打死了。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他依旧是别人口中的怪物。男孩来找他，没人承认他曾经来过村子，只是说有一头怪物袭击了这里，最后被村民英勇地杀掉了。男孩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坏掉的抑制器，里面还有着一些能源。这瞬间他明白了，但他又能做什么呢？默默地把能源取出来放进背包，重新踏上流浪的旅途。现如今重新回到了这里，只希望这个故事能被后人记住吧。幻塔的世界很黑暗，在末日背景下，每个人都是自私的，也会更加的不理智。他真的有罪吗？长得像怪物就是他的罪，所以他最终付出了代价。一边是好心收留男孩的怪物，一边是排挤击杀怪物的村民，谁是好人，谁又是坏人呢？第3环任务来到了海加德，箱子上也出现了笔记本。这3个任务是按顺序触发的。任务记载了一个痴迷研究的女人，她说自己在招待天使，而天使居然是异化的实验体。和旁边的多 NPC 对话会触发后续剧情。我们和埃文斯是委托关系，而不是隶属关系。主角一直没把自己当第9区的人，都是互相利用罢了。奥达奇说资料牵扯了艾达之子的技术，通过改造人体控制异化，可惜佩佩没有看到，不然就可以试试救自己已经异化的父母了。我们需要去班吉斯寻找报信人。NPC 说文件是从旧机器里发现的，现在被卖到了黑市，于是我们再去黑市寻找。这里的对话分支有不少，答错了会出现完不成的情况，不过可以反复试错，永远不要妄想威胁黑市的商人。可见黑市要比想象中的更牛批。信息记录是40年前，也就是公元2672年。艾达之子建立是在公元2671年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海加德的官方宣告。实际上，艾达之子出现要更早，只是过去没有形成规模，隐藏在暗处活动。资料记载的正是赦免天使的改造，初期也使用过男性异变者作为实验对象，但女性更能适应技术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在赦免天使都是女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实验体是异变者。可见改造是破而后立，先异化再进行改造。莎莉果然很符合条件啊！实验体内被植入精神控制程序，这里能解释为什么幻塔决战，贤者为什么重新控制了奈美西斯。从最后的任务后记能看出来，女人加入的正是艾达之子。她在大灾变后一直研究控制异化的技术，并把实验体称为天使。而上门处理的人就是贤者，他带走了女人。目前最合理的猜测，女人就是瓦尔基里。弗利加不符合科研设定，伊西斯、希尔更不符合。如果这个女人还在艾达之子，必然拥有着很高的权力和地位。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人物中，只有瓦尔基里是最符合的。瓦尔基里名字来源于北欧神话里的女神，别名寻找英灵者，负责引导战场上死去英雄的灵魂，也是引导英灵的死神。这也很符合他筛选赦免天使的设定。到此，时空旅人的3环任务落下帷幕。很多人都觉得幻塔的剧情很烂，所以觉得我是过度解读了，那真是太小看文案了。之前还有节奏说文案3001个月，先不论真假，幻塔的诞生和最终幻想有一拼，是游戏制作者最后的全力一搏。以这个为基础，制作组里面几乎不可能有庸才。从小峰目前的对剧情的挖掘来看，文案对设定的驾驭能力很高，亚夏的逻辑性和关联性更强，隐藏的信息也非常的多，但同时描述的世界太黑暗了。就像晋兜的一个支线说的，玩家更像是傀儡，不会管送了什么东西，也不会管任务的真假，不会质疑信息的来源，只要按着流程走一遍就对了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主角在亚夏不知不觉间被卖了无数回。我们帮艾达之子骗走了莎莉，帮克雷特做了人工岛的掩护，帮克拉瑞尔找回了时空装置，帮黑市商人走私特效药，帮金先生对付猎狗帮，帮海加德破了艾达之子的局。这些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玩家是不知情的。明明我们参与了这么多事件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一直被卖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主角自己却在不断的吐槽。如果你认真看剧情，就会发现主角是对各种对话都抱着怀疑态度的。主角要比想象中聪明得多，
只是他觉得这些都无所谓罢了。那么主角究竟想干嘛呢？找回自己的记忆，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。幻塔本质上是一款成人向的游戏，这是跟它最初的设计有关的。末日轻科幻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游戏是无主之地、命运、辐射，而幻塔确实也是借鉴了这3款游戏，包括到现在依旧有着这些游戏的影子。这些游戏的故事都要沉重得多，不是天真的分好与坏的阵营，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阵营对立和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，这才像一个成人向的世界。但是幻塔在被完美投资后，开始转向2次元风格，人物被塑造得更加可爱和萌动，这些都掩盖了画风下的黑暗剧情。在幻塔里，90%的人物设定都是孤儿，你遇到的 NPC 90%也都是缺胳膊断腿，用最萌的画风讲最虐的剧情。这种黑暗就算到了维拉后，依旧没有消失，反而酝酿着更大的阴谋。幻塔是一片黑暗的世界，而我们的旅途就是在寻找着光明。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